又一次把对方摔。中国散打第一人刘海龙横空出世，他可老狠了，凭借一己之力将武术散打带入了鼎盛时期。多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人认可中国散打，甚至还有外国人疯狂羞辱肆意践踏，扬言中国武术散打就是三脚猫功夫上不了台面。这个时候刘海龙站了出来，勇闯国际擂台，打败了上百名看不起中国功夫的外国选手，成功为武术散打的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。甚至可以说，要是没有刘海龙，就没有中国散打。时间回溯到2001年，咱们一起跟随镜头来欣赏一下第一届中泰对抗赛。刘海龙的对手叫戈邦贵，他拥有399胜的豪华战绩和上百次连胜不败。即便如此，那他也逃脱不了被刘海龙暴打的命运。这场比赛可谓是万众瞩目，万万没想到，泰国拳王戈邦贵竟然被刘海龙狂摔18次，当着裁判的面和上万名观众的面，直接就把戈邦贵扔了出去。记得泰国官方一怒之下修改了比赛规则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国际擂台首次因为中国选手下手太狠而修改比赛规则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中国散打第一人的精彩表现。是后背。刘海龙啊，捡了这个漏，捡得非常的到位，非常及时，一个古树盘根，表现出啊刘海龙啊作为九运会的冠军和去年散打王总冠军，这个技术风范，确实呢也向观众朋友们做了良好的展现。泰国拳王戈邦贵在刘海龙面前，他就像是一个新兵蛋子。戈邦贵擅长的是内围对抗和中近距离对抗，结果刘海龙根本不惯着他，直接就给戈邦贵来了一个过肩摔，这个动作招式简直帅呆了。刘海龙这个摔跤技术不错。刘海龙的选手呢，他技术全面，而且呢，他的攻击力也非常强，在场上战术意识也很好。对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手啊，刘海龙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就开始摔。其实他内心非常清楚，这个招式和摔法只能在擂台上使用一次，比赛过后赛事方就会介入到其中，明令禁止刘海龙在擂台上使出过量摔法。然而刘海龙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，所以才会不惜一切在擂台上使出蛮横不讲理的摔法，很自信。因为我们讲艺高人胆大，在场上呢，他就表现出比较轻松、比较从容的这么一种气势。对。但是握背的选手啊，绝对不能小看。他今年29岁，他多次获得过金腰带，而且这个选手特点呢，他的左腿。戈邦贵开始慌了。与此同时，刘海龙的作战计划也在进一步更改。不得不说，刘海龙是真的厉害，怪不得被称为是中国散打第一人。没有他就没有后期散打的鼎盛时期。399胜泰拳王在他面前真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泰拳小将。对，好了，第二回合开始。一般来说，泰国选手呢，第3回合才真正是亮出看家本领。而且泰国选手啊，他们打的是意志品质非常顽强，对，不会轻易的呢就缴械投降，而且他们顽抗到底顽强的这种拼搏，不放过任何反击的机会。第二回合开始了。刘海龙开始尝试对戈邦贵发起猛烈攻击，先是重拳攻击头部，后又扛起戈邦贵往擂台外边扔。裁判的劝阻晚了1秒，导致戈邦贵直接被甩了出去。虽然视频的画质不是特别好，但可以清晰看到现场的中国观众的欢呼雀跃。他就这个打出局，对。膝盖。被摔多次的戈邦贵开始有了防范，不管刘海龙如何发力，都很难再次将戈邦贵摔在擂台上。看来这一次刘海龙算是啃到硬骨头了。戈邦贵是强者，这个没有错，但刘海龙打的就是强者，打的就是搏击精锐，这哥们人都快被摔傻了。这个大，好，比赛继续进行。第二回合还有30秒钟的时间。若贝啊，在场上啊，还是一种进攻的势头。对，若贝他现在呢，因为他在前面呢已经是刘海龙早期代表中国散打征战国际擂台。其实，在国际擂台上打比赛的大多数选手，基本上都是以泰拳为核心。与其说刘海龙所迎战的对手是外国选手，不如说他们是泰拳选手。戈邦贵算是泰拳技术当中最拔尖的选手，面对刘海龙的狂轰乱甩，一般人根本顶不住这个压力，也就只有戈邦贵这种老师傅才能勉强镇压。老的金腰带获得者，但这个回合我们想呢，他应该是
把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这个杀手锏要用出来了。对，都拿出来了。因为他这个经常在用他的左腿一锤定音，这点刘海龙绝对不能够轻敌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刘海龙内心就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摔。幸亏戈邦贵多有防范，这才避免了多次被摔出擂台。出拳出腿或许刘海龙不太擅长，但在摔法上和战术运用上，刘海龙称第2，那将无人敢称第1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刘海龙才开始训练散打，走上搏击擂台。明白，看弟弟，一个接腿的顺势，看着不能举起来，所以刘海龙这个选手呢，打的还是非常巧。戈邦贵貌似与擂台地面有很大的渊源。比赛已经到了第3回合，泰国选手已经被摔出了精神分裂，打不着刘海龙的同时，还会频繁遭到刘海龙所实施的战术性击打。与此同时，戈邦贵脸上呈现出了不可置信，根本没想到刘海龙的散打武术这么厉害。刚才是用了转身的一个边锤。因为我还是担心呢，作为洛贝这个老选手，他经验非常丰富，而且杀伤力很强。在近身的时候，我对他的肘和他的膝，这哥们估计做梦都没想到，人人不看好的中国散打竟然这般厉害。看到再次被摔的戈邦贵，台下的中国观众彻底沸腾。不被看好的中国武术散打真是让世界开了眼。被摔伤的戈邦贵急需医护人员治疗，裁判无奈之下只能暂停比赛。这个洛贝说跟这个医务监督说，我 OK 没事，我还要继续参加比赛。比赛继续进行。对。两个人已经是开始比赛进入到了倒计时，戈邦贵真的是被从头摔到尾，不是在被摔就是在被摔的路上。这一次刘海龙是真没给武术散打丢人，并且还让众多外国人对中国散打有了一个新的认知。鼎鼎大名的戈邦贵在刘海龙面前，一次像样的进攻都无法精准实施，不是被打就是被摔，还真挺可怜。打法对。那么现在作为泰国选手洛贝来说，如果要是想能够夺回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，恐怕他就要是只有突出杀手，一锤定音。对，技术性击倒。好，我们看到是一个里勾腿，非常漂亮。里刀。心急如焚的戈邦贵有点着急了，他越着急，刘海龙就越兴奋。已经被摔了这么多次，也不差这一次。伤痕累累的戈邦贵也已经疲惫不已。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戈邦贵必输无疑。但面对如此凶猛的刘海龙，怕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开始使用手法，在拼打中，刘海龙要注意打距离。刘海龙要注意打距离，就是一个手法使用。还有30秒钟。注意控制，刘海龙也是注意控制，因为对方的肘啊，很可能突出杀手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束了，最终刘海龙成功拿下了比赛胜利。戈邦贵再怎么厉害，再怎么牛，在刘海龙面前显得特别不堪一击，因为刘海龙下手太狠。泰国官方要求赛事方修改比赛规则，禁止中国选手在擂台上实施散打招式。这一次胜利给中国功夫带来了无上荣耀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刘海龙打几分？